所以好彩有一次读到可以进医科的成绩，不过还是有 C 和 D。后来我进了那个国大的工商管理系，我就开始拿到很多 A 了。因为我们都有潜力的，看你什么时候这个潜力会出现呢？我以前的成绩讲起来都是数语比较差一点的。如果很多人拿 A 的话，你拿 CD 当然不是数语好的学生。我父母把我送去华校，所以小学我是在重复，中学是在立化。那时候重复跟立化都是华校。当我转去国初的时候，全部的教学都变成英语，你要理解和学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而且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。我是在国初里面的羽毛球队的一个队员，那么一个礼拜受训3次，一受训就是5个钟头啊。那么拜2、拜4呢是学生理事会的工作，所以那5天的时间都全部都没有了。好彩到了第2年的时候，下半年那时候已经没有课外活动，有一次读到刚好拿到可以进医科的成绩，不过还是有 C 和 D。到后来我就决定要专内科，我就开始有进步了，我的成绩就好了。后来我进了那个国大的工商管理系，那时候我就开始拿到很多 A 了。所以我希望我学习的旅途会给那些成绩不大好的人有一点鼓励了。这是一个古代的中医的医学谚语。我们成为医师，在医学院里面学习，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下级医生。逐渐的，我们学会如何治疗患病的人，成为中级的医生。上医治国，这个治国不是治理国家，是参与医疗管理，就是提升治疗的水平和质量。不管上医、中医还是下医，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在不同的领域里面，尽一份人力。我父亲对我的影响肯定是相当大的了。我认为我没有办法走他走过的道路，而且他的鞋对我来讲是太大了。可是我有自己的道路啊，让我传下去的就是把我送进华校了。能够成为今天的我，是因为我进了华校。1995年的时候，卫生部那时候决定成立一个针灸研究委员会，委任我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。其实那个时候不是刚刚接触针灸，华校生我已经读过一大堆武侠小说了。那时候武侠小说不是有那些什么穴位啊，你点穴啊，所以针灸和中医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。可是你要做好一件事的话，你要懂得，你不懂的话，你肯定要去学的。所以我就去学针灸了。平时做工的话，我从来没用中文想的。你不可能用中文想把它翻译成英文嘛？你直接就用英文的思维来考虑的。这个访问呢，对我来讲其实是有压力的，因为我很少用中文交谈呢。可是你也特别流利耶。流利大概是因为你们有压力就有动力。其实过去10到20年，我们已经有很多跟针灸研究有关的文章，把针灸或者是中成药加入西医的治疗，医疗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3到5年，我们会有更多的那个研究项目，最主要的目的是看它到底有没有临床疗效，那么会不会帮助我们减轻医药的成本。
做工、做事、做戏、做人、做梦。这5做是我过去10年慢慢的领悟的。最重要的是做工，做工是因为有薪水，你需要薪水来养家过活嘛。做事就不一样了，做事也可能有薪水，也可能是没有薪水的。做戏呢，因为人生如戏，你做了什么角色，你就要负责所有的责任和后果了。做梦呢，做梦就是说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梦想和理想。我做梦已经做了50多年了。不过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梦。我的梦是什么？大概跟中医有关系吧。如果能够把中医带到西医的系统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梦了。